为什么从医院逃跑？是谁开车接的你？我从医院醒了之后，就一直根据线路图分析故障。我觉得我找到毛病在哪儿了。正好常副参谋长带着厂家的2位师傅来看我，我和他们讨论了一下，他们认为我分析的有道理，应该能排除故障。我要求回来试试，常副参谋长就把我带回来了。报告黄副军长，是我自作主张把江正南接过来的，但是他一回来用了半个小时时间就把故障解除了。本来呢，我想把他送回医院的，但是大家说啊，要到旅长这儿给他请功，所以就把他抬过来了。现在旅里的装备完好率啊，是我来负责的。这个故障呢，厂家派人来修了好几次，也没有修好。我一听啊，江直南能修，这一着急啊，就违反了医院的规定。厂家修不好的毛病，你江直南怎么就能修好呢？首长，我是厂里的技术人员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这个毛病啊很怪，它是2个模块同时出现了问题，我们的经验不足，一直找不到原因。但是这个同志他是真的厉害，所以才能手到病除。我能修好这台车的火炮，也是旅里的支持。旅里把我列入了技术骨干培训班，请来大学教授给我们讲了许多相关的理论知识，时间上也尽量保证，我才有时间查阅了大量资料。是我自己的原因违反了规定，经常整夜不睡才昏倒的，以后一定注意。大反转嘛，怎么问题都成了成绩了？工作组的同志，到我的临时办公室，我们开个小会。是。敬礼。礼毕。哎，我疼！说，哎，是不是你的主意啊？放开我！放！疼，真疼！我就说怎么会这么巧，什么事儿都让你碰上了，还找人过来请功，真有你的！我这不是给你来解围的吗？啊！再说了，今天要不是江直南说，谁会知道咱们改变训练方式，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，能够起到那么大的作用啊！我的旅长同志，你还有理了你？黄副军长，您在这儿待着，我们的心一直都是提着的。那就对了，我和卢副参谋长留下来要调查的，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。您放心，我们一定全力配合。好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回答我。是，我保证。从你们接受新装备算起，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形成战斗力？报告黄副军长，5年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要5年？集团军把一个陆军合成旅交给你们，国家和人民花了那么多钱，你们就用这个来答复吗？是的，但是我所指的这个战斗力，不是说考核达到标准，也不是说在对抗演习中取得1、2次的胜利，而是指有能力把一个标准的陆军合成旅，它全部的作战要素发挥到极致，把我们拉出去，敢跟任何一支一流的军队对抗，并战而胜之的战斗力。既然有这么多训练内容，那你们为什么不按照大纲抓紧培训，反而超出大纲要求，搞什么基础理论知识学习呢？第一个例子就是江直南，他虽然是大学生，但是如果没有进行统一的学习基础理论知识，还有他自己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相关的技术材料，
那个电路图，他就是想破脑袋，他也想不出来。这第二个例子就是，我们都知道99A 和59，他们的训练方式是不一样的。就在前一段时间，在训练过程当中，一些优秀的炮手发现有些火炮的瞄准基线出现了轻微漂移，于是就针对漂移的训练产生了很大的争论，最后就闹到旅里来。正好，我们的常副参谋长刚给我们讲述了相关的理论知识，因此我判断，这不是训练问题，而是陀螺仪的维护调整问题。结果，经过调查维护，就消除了零位漂移，也就消除了训练上的争论。由此可见，如果我们不进行基础理论知识学习，就不可能发现真正的问题所在。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单独把这些骨干抽调出来，排除一切干扰，尽快提升他们的基础理论水平的原因。哦，就好比你们现在是小学生，骨干就是你们培养的未来的中学老师和大学老师，对吧？是，这个比喻太贴切了。我们现在确实是小学水平，战区陆军用这个大学水平来要求我们，那我们肯定是不及格呀。但是，我们有信心，我们力争1年上一个台阶。就单独的考核来讲，我们明年及格，后年优秀。至于说这个演习对抗的话，我保证不输给对手。我相信，等我们有一天真的掌握了全要素战斗力的话，我们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对手。好，看来啊，你们是对的。我们要推动军事训练全方位转型，整体性提升，就是要尊重战斗力，形成规律。走，咱们看看炮手的训练，让我感受一下有什么不同。我当年呐，也是个优秀的炮手。黄副军长，正好我们刚进了模拟训练期，您不用上车就能够体验99A 坦克炮手的瞄准射击训练。好，首长，啊，那咱们开始吧。好，开始。哎，我这一直跟踪着，怎么发射不了啊？这不是自动模式吗？黄副军长，啊你电脑的要求高啊，他认为啊，就算是打了也命中不了，所以说啊无法射击。我呢可以把这个电脑啊它的限制调宽一点，但是呢命中率啊就降低了。哎，别，还是让他对我严格要求一点。我们过去啊，都是打的固定目标，要把车停下来。现在是双向运动，没有电脑和陀螺仪啊，还真是没法想象啊。这就是现代兵器的先进性啊！只要是做好武器的维护，训练达标，就算是在行进过程当中，打运动目标也能做到百发百中。好。哎，首长，你们有没有达标的车呀？拉到小靶场去，给我来一次行进当中的射击。当然有。这样，我当车长，秦参谋长当驾驶员，常副参谋长当炮手，让首长体验一下。好啊，只要你们达标了，我对猛虎里的训练呢，那可就是更有信心了。请首长放心。打得好，命中了。好，你们到车，到低洼路段，再打一炮。漂亮，又打中了。哈哈哈哈。好，测试结束，你们回来吧。
黄副军长，猛虎旅0号车组射击完毕，请指示。打得好，常胜，到。你的射击技术是怎么训练的？这么短时间就达到了优秀。报告黄副军长，我是笨鸟先飞，99A 还没有到，我就先用其他单位的武器和模拟器开始训练了。真正了不起的还是我们旅长，他是等我们装备的99A 到了之后才开始训练的，现在的水平比起我来也不差。哦，那我得要看看。陈建峰，到。你也打一发，证明一下嘛。不用了，黄副军长，刚刚的第2发，就是我们旅长用超越射击打的，难度超过了我那发。深藏不露啊！陆军考核，你们为什么不出风头啊？黄副军长，秦参谋长射击水平不输我们2个人，但是打仗不能只靠我们3个人。现在很多炮手普遍达不到这个水平，陆军考核看到的就是我们部队整体的平均水平。好，我就喜欢你们这种不张扬，但是要尽快让部队的整体水平赶上去。大家注意，黄副军长的1号车准备开火 ，T122，首发命中。打得好，我看已经达到了99A 的射击距离极限。陈旅长，你们的训练成果真不错。走吧，一营长，停止进攻，转入防御。结果还不错。周处长，走，我们去接一下黄副军长。好。建峰，去年南方对抗演习你们打胜了，今年战区陆军考核你们优秀，我这次啊，到驻训地一看，你的最后承诺也基本兑现，中型里的战斗力啊，也基本形成。好啊，干得不错，要继续努力。是，一定努力。明年又是北漠山对抗演习，你敢不敢硬碰硬啊？蓝军旅长还是冯俊。我正想跟您说这个事儿呢。我们现在的装备，一点儿也不比他们差。首长啊，明年让我们去吧，就算是对我们猛虎陆军合成旅战斗力形成的检验。首长，您这是要回去了吗？我回去参加陆军组织的指挥员考核，练兵先练将，强军先强官。现在别再想当太平官。这次对抗演习 ，B 集团军的猛虎旅，前身是 A 集团军的猛虎团，猛虎合成旅，不仅武器装备已经和5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了，关键是那陈建锋的指挥能力已全面升级了。据说他们的联战联训早已提速运行，今非昔比啊！这次对抗的难点在于，对方是一个旅级的作战单位，和我军相比，短板和弱点很少了。电子对抗手段、战场感知能力、机动性、夜视能力都不比我们弱，火力方面还强于我方，尤其是在射程上。这次上级没有给猛虎旅配属陆航部队，
要是再配属了有空战能力的直识，咱们就更难了。这次演习不能再只想着一个兵种包打天下了，联则强，合则胜。谁能把诸军兵种有效联合为一体，谁就能掌握战场的主导权。这次我们双方都可以申请一定数量的空军支援。据我了解，红军申请的是歼击机支援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红军认为只要打掉我们的空中优势，他们凭借自己的合成力量就可以战胜我们。这次演习还是我们守红军攻，红军的火力强大，还配备了先进的炮弹，比如云炮弹、莫敏弹等等。绝好居守的传统方式就是此路一条，所以这一次我们打算采用要点守备、纵深机动防御的策略。报告，旅长，你找我。我有一个关键的任务交给你，因为你是最合适的。旅长，你说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你挑选几个顶尖的侦察兵和最好的驾驶员，去这个地域。好，具体的兵力部署就是这样，大家还有什么意见？右翼的丘陵地带，我们就不设防了吗？装甲车辆根本无法通过那个丘陵地带，至少有2次，红军的装甲部队就被困在那儿了，进退不得。而且，就算他们通过了，在他们的前方有这么一块10几平方公里的开阔地，装甲车辆的目标大，根本无法躲过我们的监测。另外，如果红军穿越丘陵，那他们的目标一定是距离较近的我方的陆航基地，在那儿，我们部署了一支装甲机动部队。我看没问题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在丘陵地带我方一侧再设置一个地雷封锁区。好，你安排执行。根据无人机、电子侦察车和侦察兵前出得到的情报综合分析，冯军这次采取了机动防御战术。如果他还是用传统的防御战术，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的火力优势，一线平推，将他打败。这次我们能看得出来，蓝军的防守计划做的是非常的周密，但是我们的旅指挥所也给他们准备了几味好药，保证啊，他们吃了一定是上吐下泻。接下来我来下达第1阶段的行动命令，部队2小时后出发，根据作训科分发的行军计划，18点前抵达各自的进攻出发阵地。侦察营长到，这2个小时就是给你们清除地鼠的时间，要确保前进路上的地鼠全部清除干净。是，有了 SAR 雷达和红外侦测系统，蓝军地鼠无所遁形，都被我们标注出来了，只等清理命令。非常好。防空营到，部队抵达指定地域后，防空营要确保空中安全。是，参谋长已经给了我们各分队的位置，咱们现在这个装备，别说集结地域，就是全旅进入正于正面，照样保证全空域覆盖，蓝军飞机别想进来。非常好。炮兵营到，部队抵达指定地域后，立即展开，布置好炮位侦察雷达，随时准备反击蓝军的火力袭击。是。我们现在是体系作战，每个战斗单元都要保证自己不要成为木桶上的短板。呼叫总部，呼叫总部。收到，请讲。报告旅长，前方的灵猫小组全部失联。另据一线部队侦察员报告，红军部队已经占领了出击地域。收到。命令一线部队再分别派出侦察小组，查明红军部署，并进行火力标定。是。蓝军。
旅长，我回来了，赶紧上来。情况怎么样？你说情况怎么样？快！哎呀，你赶紧说。上来，丘陵地带啊，可以通过。快，赶紧说，快！哎，这个丘陵地带，履带化车辆实在是太难通过了。还好我们有几个比较优秀驾驶员，真是太给力了。他们探查到了一条可以勉强通过的道路，几个个别的困难的地方呢，工兵啊协助一下就行了。关键这一次啊，我们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，蓝军啊在通过丘陵地带一线布置了地雷，我们需要扫雷车的配合。太好了，现在可以给你布置任务了。记住，你的任务直接关系到我们这次演习的成败。旅长，谢谢你的信任，我保证完成任务，绝对不会再犯错误。我给你一个合成营，加强自行加榴炮连、工兵连、电子干扰连，从丘陵地带突击进去，务必在天亮以前赶到9号地域。9号地域？没搞错吧？那里没有他们的重要目标啊！我们应该这攻击他们的陆航基地啊！看看。来，我建议你拿个圆规尺，按加榴炮的射程，以9号地域的中央为圆心，你画一个圆看看。我明白了，这个9号地域是一个中心地带，蓝军的核心目标都在我们的火力覆盖之内啊。我可以用精确制导弹药，一个一个把蓝军的目标全部消灭。怎么样？这次充分地体会到先进武器装备的满足感了吧？那是，如果这次没有全部的履带化，没有先进的夜视器材，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在夜间突进去。就算是突进去了，也不可能有这么精准、凶猛的火力。是，所以你第一轮首先要覆盖陆航基地、蓝军指挥中心、炮兵阵地以及通讯中心，然后解除无线电静默，实施电子干扰，但是要保留2个频道与我们联系，来确定下一轮的覆盖目标。如果跟我们联系不上，你们就自主决定下一轮目标。明白。在9号地域实施电子干扰，这效果就如同火力覆盖，而且这个地方距离蓝军所有的部队都不远，可以达到最强而且是全面覆盖的干扰效果。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等火力打击完毕后，你们就绕到我们进攻方向的蓝军后方进行突击，我们一举打垮他们。太棒了，这次咱们赢定了。先别高兴得太早，为了掩护你的行动啊，我有2步险棋要走，一定要坚持到早上5点。你们务必在5点以前开展第1轮的火力覆盖。等天色大亮，你们在高处对蓝军的部署就可以一览无余。那个时候就可以把所有的炮弹倾泻在他们的头上。但是记住，开始袭击之后，立即联系导演部，报告我们所袭击目标的坐标，让导演部迅速判定效果。明白。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，我必须要圆满的完成。旅长，红军上当，有2个营已经陷入我们预设的纵深阵地。陈建锋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？他可不低级，他同时动用部队向我们几个要点发起了进攻，试图撕开一个口子，一方面营救突入纵深的部队，另一方面威胁我包围军的侧后方。我们有几个要点都在呼叫增援。他是对自己的合成旅战斗力太有信心了，想要跟我们硬刚拼命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们已经有2个营陷入包围，势在必就。如果这2个营完了，他们这次演习也就完了。不管耍什么花招，都无力回天。
什么？好，我明白了。旅长，现场的情况非常紧急，我们突进去的2个营损失惨重，3营已经顶不住了。我刚才听见3营长在喊，向我开炮。我们还有多少预备队？还有主力1营和侦察营2个连，1营急于参战。都投进去，全部。是。哎，投去哪儿啊？去救3营吗？不，1营加上侦察营的2个连，全部投向态势较好的4营。蓝军那边估计也是强弩之末了，告诉1营，就看他们的了，要不惜一切代价撕开一个口子，那样的话，对3营也能够起到围魏救赵的效果。工兵，工兵，加快扫雷速度，执行！红军又投入了预备队，他们没有救垂死挣扎的1号地域的红军3营，而是投向了2号地域的红军4营。我们前方的部队快顶不住了，是不是把我们最后的预备队也投入战斗，或者是把陆航基地的部队调回来？命令部队再坚持一下，让陆航出击。夜间双方部队交错在一起，很难分辨。他们的防空部队也没有损失。等天亮，天亮让陆航再配合预备队给他们最后的打击。现在就看谁能坚持住了。报告旅长，前方丘陵地带发现红军重装部队，数量不明。按原计划缠住他们。是。我说陈建锋正面好像少了点什么，原来在这儿呢。我判断应该是一个机步营部队，想要偷袭我们的陆航。这样，从预备队派2个机步连加强一个反坦克导弹连过去，配合陆航基地的防卫部队，消灭这支红军。是。哎，这老常怎么还没消息啊？别着急，再等等。尽快追上去，打垮他！是。这支红军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是啊，重点地域的警卫部队也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。该不会要袭击我们司令部吧？那从丘陵地带过来有条九曲河阻隔，唯一的桥梁由我们的部队守卫，必要时可以炸桥。这么一支部队钻进来，总不是什么好事。他们是怎么进来的呢？报告，我们已经到达指定位置，请求开火。开火。蓝军司令部的所有人员，导演部宣布，你们被火力覆盖，全部阵亡。
告总导演，猛虎旅胜利会师，请指示。导演组判定，此次对抗军演，猛虎旅取得完全的胜利，祝贺你们！将长，我们输得心服口服，你们赢得无可挑剔。谢谢，谢谢合作。其实，没有一场军事行动是完美无缺的，没有今天最强，只有明天更强的猛虎陆军合成旅。强军未有穷期，利剑永无止境。陈建锋知道，战斗力建设永远在路上，淬火成钢的征途才刚刚开始。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人，他一直在准备下一场战争。现在，我宣布，利剑2022联合演习开始。向所有参战部队下达作战命令，按预定计划，对敌指挥机构、机场、雷达站、通信节点实施轰炸。是。演习区域驶来，有干扰、威胁我演习部队的企图。报告完毕。继续监视外军舰艇编队动向。外军舰艇编队持续逼近，对我演习部队构成严重危险。部队继续执行演习计划，启动应急预案，做好战斗准备。用国际通用频道实施警告，不得进入我演习预告区域。你已进入演习区域，对我方人员装备安全造成严重威胁，立即改变航线，否则是你方具有敌对意图，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。外军舰艇编队一旦进入预告演习区域，进行3次警告。外军舰艇编队不顾警告，持续逼近。我方已进行第1次警告。我方已进行第2次警告。我方已进行第3次警告。命令所有部队战斗准备。立刻传译。尊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官，我舰艇编队不慎进入你方演习预定区域，无意与你方发生冲突。我方正在驶离你方
演习区域完毕。报告外军舰艇编队正式动向。确认，外军舰艇编队已脱离接触，驶向其他海域。演习按预定计划继续进行。我已登陆，正在向敌纵深，展开进攻。我已顺利控制交通要道、机场、车站。陆军登陆部队已占领全部预定目标。猛虎旅先头部队已攻占目标地域制高点。我们胜利了！总导演同志，已完成登陆任务，全部占领目标地域，请指示。现在，我宣布，演习圆满完成。老首长，演习看完了，您有何观感？同志们，强国必须强军。军强才能国安。10年了，你们艰苦卓绝，努力奋斗，为党和人民锻造了一支能打胜仗的现代化军队。看到这些，我感到欣慰、骄傲和自豪。敬礼！老首长的话饱含深意，站在新的历史潮头，回望奋斗强军的壮阔历程，我们坚信，奋楫前行的人民军队一定能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，在新征程上书写新的辉煌。